大家好，这里是圆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这2天所有人的关注点肯定都是伊朗，毕竟这个世界上敢直接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的国家呀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算伊朗，一时还真难再想到第二个。同时向这么多国家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看起来像是疯了，有种慈禧太后同时向11国宣战的感觉。但是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饱和式威慑，多点同时袭击，迫使美国的防空系统拉满，战场也因此变得更复杂。这场现在进行时态的战争会打多久，会如何收场，美以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还是说美国会被拖入一场最不想看到的持久战的泥潭。这个结果说实话现在很难说，美国的斩首行动无疑是绝对成功的，但是光靠斩首行动和导弹袭击能不能把伊朗逼到改朝换代自废武功的那一步，现在看来也确实不明朗。甚至这几天伊朗的反击让人觉得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的那种绝对碾压的优势仿佛是彻底回不去了，不是美国变弱了，但是对手真的可能变强了，从单方面吊打变成了有来有回。而且现在不像海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你所有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从就是央媒这样的渠道获得的，那现在的渠道太广泛了，真消息假消息天天看得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就让消息先飞一会儿，咱们来聊聊别的。很多人对今天伊朗的印象是头巾黑袍，严格的宗教管制，女性权利受限，社会氛围保守压抑。但很多人也许也知道，仅仅40多年前伊朗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了。那时的德黑兰被称为东方巴黎，街头满是迷你裙、西装，画着精致妆容的女性，大学男女同校，电影还放着好莱坞的电影，咖啡馆里有爵士乐，机场直飞纽约，城市建设、生活方式、开放程度，在整个中东都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这么说倒是可能有点像迪拜或者卡塔尔啊。今天呢，我们也不站在上帝的视角，我们就站在当年伊朗普通人的位置上，看一看为什么他们当时会推翻一个那么自由、开放、现代化的政权，为什么会在历史的转折点做出一个事后代价惊人的选择，为什么一场本来是追求正义、反腐、反压迫的革命，最后换来的是更长久、更彻底的管控。这不是伊朗一个国家的故事，这是所有普通人在历史洪流里最实验、最真实也最无奈、最残忍的困境啊！甚至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个人选择中的无奈和真实。先回到起点吧，巴列维时期真的就有那么好吗？上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德黑兰的街头你看不到黑袍，你也看不到道德警察，你也看不到强制的头巾，女性可以穿短裤、牛仔裤、连衣裙，相当的世俗化，可以化妆、烫发、开跑车，可以进大学当医生、当律师、当法官。1963年的白色革命之后，女性获得了选举权，法定的结婚年龄被提高了，一夫多妻制被严格的限制，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这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伊朗，教育普及，大量农村孩子走进学校，经济依靠着石油腾飞，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产阶层快速扩大，社会风气开放，派对、酒吧、单安时装秀，一切都在向西方看齐。那时如果你生活在德黑兰、设拉子这样的大城市，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自由是日常而不是奢侈品。你可以穿你所穿想你所想，说你所说爱你所爱，追求你想要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这样看起来一个非常开明世俗、
开放的政权会被伊朗民众自己推翻呢？对，但是民众自己是吧？革命掉的一个政权，因为自由和繁荣只属于一少部分人，这就是让少部分人极其的富裕起来。巴列维的问题也就是这么几个啊，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是腐败、独裁、撕裂啊。第一，极度的腐败，国王和王室家族垄断石油财政，海外资产100亿级，权贵阶层贪腐成风，工程回扣、利益输送、官商勾结都是常态，老百姓只能看着少数人的纸醉金迷，自己这被通胀、失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啊！这是宇宙基本定律吗？这听起来怎么感觉这么耳熟呢，是吧？那第二，高压独裁，巴列维是君主专制，靠情报组织萨瓦克镇压意见者、抓记者、关知识分子，打压反对党，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所以不满都只能憋着。这句话我就不过多评论了啊，不过多评论。那第三呢，社会彻底撕裂，城市开放如欧洲，农村保守如中世纪，富人区灯火辉煌，贫民窟触目惊心，西化的精英看不起传统民众，宗教阶层被边缘化、被打压，仇恨积累了几十年。你要这么看，浮华的背后总有阴暗。富人区灯火辉煌，精英看不起传统民众，城市和农村割裂。这说的到底是哪儿呢？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停的在穿越啊，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的到底是什么地方。简单的说，巴列维虽然给了一定的世俗化的自由，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是吧？真正的做到公平。他给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权力在笼子里，他是极端独裁专政的。所以巴列维他只是世俗化，对吧？他只是世俗化，他只是相对于宗教领袖他世俗化，但其实他也是很独裁很专政的。所以到了70年代的后期，伊朗社会已经是一座活火山，学生不满，工人不满，知识分子不满，商人不满，底层民众不满，宗教阶层更不满，所有人的怨气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巴列维王朝必须倒台。但问题来了，推翻巴列维之后，谁来接班？谁来接班呢？这就到了最残酷也是最容易被后人误解的环节。伊朗民众当时真的是主动选择了神权统治吗？那其实也不是的，他们只是在2个烂苹果中间选了一个看起来没那么烂的。就是说他没什么选择啊，其实大家的选择都不多啊，都不多，因为真正能够把力量集中到这个程度啊，能够掌权的力量能到这个程度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出现的。1979年的革命前后，霍梅尼与宗教势力也并没有公开说要建立一个教法学家掌握的神权国家。你看他们当时说的口号是反对独裁，反对腐败啊，反对美国干政，实现社会公平，让石油财富归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正义独立的共和国哈。你看人家打仗打的那个旗号是反独裁反腐败啊，公平财富归于石油财富归属人民啊，自由平等平等我不知道有没有说，但自由正义独立，你这种口号喊出来，那大家都知道，都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吧？听起来很正义，也很有吸引力，非常的抓住了痛点，抓住了巴列维王朝的痛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是衰场语哈，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手段。霍梅尼当时流亡在海外啊，所以是典型的境外势力。境外势力看起来啊，这个营销的口吻都差不太多，大同小异，口径都很一致是吧？
霍梅尼的对外宣传形象是反抗压迫的宗教长者，为民请命的道德领袖。这个也很耳熟啊。你这个听起来跟某些成体也非常的像。他刻意模糊了未来的制度设计，很少提教法、学家治国、强制头巾、性别隔离这些后来的现实。那当然了，这是能说的吗？这提前告诉你的吗？他团结了所有人，左派、右派、世俗派、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底层平民、城市工人，甚至大量对巴列维不满的女性团体。他居然还能团结到女性，是吧？其实他是就是说团结能力特别强，统战价值特别强，是吧？统战能力特别高。当时的逻辑也非常的简单，巴列维等于独裁加腐败加亲美加压迫，而霍梅尼等于正义加清廉加独立加救民。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那种全民愤怒、群情激愤、信息也不透明、没有中间选项、没有缓冲地带的历史时刻，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冷静思考。那这个人上台之后会兑现承诺吗？宗教势力掌权真的会比世俗的国王更自由吗？我们推翻了一个独裁，会不会迎来另外一个更彻底的独裁呢？这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选择，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啊！所以历史给伊朗民众的选择其实只有两个，要么就继续忍受巴列维的腐败统治腐败独裁，要么就跟着霍梅尼推翻旧政府，赌一个新未来。所以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了 B， 因为大多数人当时是真的很想推翻巴列维的腐败，他真的恨透了这个腐败而独裁的政府。只要有人愿意推翻他有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能够推翻他，那么就跟着干，是吧？结果绝大多数人就实际上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未来。这也就是今天所要说的核心哈。伊朗的转向，它并不是民众主动放弃自由，而是误判了新体制的真实代价，是一种集体的误判。革命成功的那一刻，伊朗民众是狂喜的任何时刻大家都可以狂喜，对吧？因为总有人是受害的一方，受迫害的一方，都是会狂喜的。国王跑了，压迫者倒了，腐败被清算了，国家独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街头满是庆祝的人群，所有人都相信好日子就又来了。那问题就是剧情并不这么发展那新的政权稳定之后，宗教阶层就开始收网啦，强制戴头巾，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性别隔离大学、海滩、公共空间全部都男女分开，关闭了酒吧、影院、舞厅，禁止全面的西化，实施了伊斯兰教法，道德警察开始巡逻，政治意见开始被清洗，世俗派、自由主义者、左派就被排挤、被镇压、被流亡。一夜之间呢，曾经的解放者变成了新的束缚者，并不永远是解放者吧？解放者并不永远是解放者，他有新的要求新的条件。曾经支持革命的女性最先被剥夺权利。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一个世俗的政权里面还会有女性去支持一个宗教革命，宗教一个神权领袖呢？这个在今天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这主要其实是在德黑兰，你们能看到的，大家看到的开派对读大学的女性其实只是少数，那是大城市上层西化中产的生活。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小城镇，底层女性其实 70% 还戴着头巾，文盲率极高，早婚家暴普遍，几乎没有社会参与度。那么当时曾经走上街的抗议独裁的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监狱，他们推翻了一个国王，却迎来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宗教王权。当一个社会被压迫到极限的时候，当愤怒压倒理性的时候，当紧迫感吞噬思考的时候，当没有成熟的反对党，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也没有温和的中坚力量，民众就会有可能做出集体的误判，影响几代人的决定。当年的伊朗人并不是不想要开放和自由，他们只是太想要结束痛苦。但意识的残酷就在于选择是一时的，代价可能是几十年的。而在那一个点，
有可能只是用更糟糕的选择代替了现在的选择。今天的伊朗的很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巴列维时代，但是却要承担祖辈选择的后果。他们渴望开放，渴望自由，渴望与世界接轨，但却被困在一个自己没有参与的选择体制里。最后我们也来想想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段遥远的历史从旧事重提呢？那是因为伊朗的困境并不是特例，是人类的共同命题。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彻底的腐败不公、权力的不受约束、温和的声音被压制、中间的道路被堵死民众没有合法、没有和平、没有有效的表达渠道，那么病急乱投医式的选择就非常有可能出现。推翻一个坏制度很容易，但建立一个好制度才太难。赶走一个独裁者也许很痛快，但并不代表就能换来一个更好的政权。理性、克制、妥协、智慧，只有这些东西在愤怒的人群里是最稀缺的。这也是愤怒可以推翻旧世界，但愤怒建立不好新世界。人们总是在拥有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而在失去以后才后悔当初。所以警惕我们自己的社会，不要走到无路可选的地步；警惕权力，不要腐败到让民众绝望的程度；也要警惕自由，不要被一点点蚕食，等彻底的失去以后才发现无法挽回。还要警惕每一次看似痛快的选择背后可能会是几代人的沉重代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